大家好，今天是2023年3月10号。昨天比特币大跌，也是建议朋友们，你如果短线真的还有资金，该买也是应该要买啊。包括我个人，昨天狗狗币，其实在做多也是止损了几笔，现在是有一笔50倍的多单命中在相对比较低的位置。其实资金已经不多了，早在2万计划开始，朋友们抄底，或者是比特币跌到1万5，仓位都已经接近90%。那现在上来的话，其实短线要做也可以，不做也可以啊。不然我的观点是，真的还有资金，你该买也是应该要买。包括前面几天也是有跟大家讲过，如果我们看这个比特币的月线，它历史上每一次产量减半的时间跟比特币实际见底的时间都会相差1年左右。比如说2020年5月份，比特币产量减半，这个位置价格已经涨到1万了，但是它实际见底的时间是在19年初，这个位置见底。价格是在3000附近。那16年7月份，比特币产量减半，价格也是已经涨到500至600美金，但是它实际见底的时间是在15年初，这个位置大约是在150到200美金附近的比特币哦。12年10月份产量减半也是一样啊，它见底的时间是在11年底，也是涨了一波。所以我的观点是，2023年或者是2022年，比特币在2万下方的这个底部。一根40%的上涨，现在已经脱离了这个区间。那现在为什么还是在震荡？也是跟大家讲了有一段时间，我估计有可能就是头肩底的形态，左肩140天，右肩也需要140天。你尽量在这种区间震荡的类似这种局限，高点不追，有低点就买；高点不追，有低点就买；高点不追，有低点就买，就是这样子嘛。反正你短线如果要做，就做高抛低吸。但是我的观点，如果有做对的仓位，你尽量给我抱住。包括昨天 Discord 狗狗币也是给了一笔多单的建议，是在0.0749。不过比特币昨天是没有命中啊，价格现在还是在这个22400美金下方。或者是今天再来跟大家聊一下，它现在短线如果真的要企稳，包括它4个小时里面的一些形态，有没有好的迹象，以及昨天这一根大跌量能现在这么大。很多人是觉得是坏事，但是我想跟大家讲，不一定是坏事。怎么观察出来的？复盘之前可以订我们的 YouTube， 也可以我们邀请链接注册交易，或者也可以加入我们 Discord 社群，上面有程序交易的买卖信号。我们先来看一下，就是这一个比特币它的月线，它这一个历史是有高度的参考性啊。2020年5月份减半，为什么它见底的时间是在19年初这个时间见底？就是它时间一般会提前1年左右，包括16年的这一个7月份，比特币产量减半，但是它见底的时间也是15年初这个位置见底。就是主力专家他在这个市场里面，他能在这种跌了1年多的低档建仓，筹码是恐慌的，在这个非常非常低的位置杀出来，像这种位置就是主力敢大胆接货的位置啊，包括19年底也是一样，这边是量非常的大。那这一次23年或者是22年整个2万下方，其实好几个位置都是有大量。我的观点就是主力是在这个位置接了很多的货，但是他接完货，不是有跟大家讲，散户是不明白，觉得某一个低点如果买到，必须就要马上涨上去。某一个低点买完马上要涨上去，散户当然是这样子认为啊，因为就算我们有几十万或者几百万的资金在这里面，觉得低点见完马上就要拉上去，但是主力的资金跟仓位可是不同哦，动不动有可能就是上百亿或者是上千亿的资金，他要在1天之内就把几百亿或者是几千亿的资金给他买完。比如说这种下跌的低位，这种2万或者是1万5的下跌低位，他要在1天之内把几百亿的资金全部买进去，1天时间是不够的。而且买完以后，他如果真的就一直买的话，上面会有套牢的筹码，他会有解套卖压的压力。就是因为见底完以后，知道以前的操盘经验，以前专家的做庄经验，就是底部建仓不是1天就能建成的。我们可以很明显的观察一下，包括现在它拉上去，为什么现在一根40%就不涨了？上去会有解压卖压盘要卖出啊，这上面买的肯定还有套牢的筹码，没有充分在这种低档的位置卖干净，
它在这个位置就是顺势在洗盘。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日线里面的一个形态也是讲了有一段时间了。如果这边真的是一个头肩底的形态，目前的右肩它可能时间要拉长到是不是在今年的6月份，香港那边会不会有利好的消息，也就是6月1号到底会不会出台，香港那边可以交易加密货币。我们可以看一下，就是这一个时间嘛，它是140天，这边时间不够，有可能就是在区间震荡，有低点尽量该买也是要买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昨天有跟大家聊到的，就是比特币在历史上它疫情的一个头肩底，就是20年当时疫情爆发的时候，这边是很明显也是有一个头肩底，后面是整理的也是接近这个位置的140天。我们可以看一下，它实际拉到这个位置的低点的时候，也是接近140天，后面就最终开启了一波分流的行情。所以目前的比特币，我的观点是有可能就类似这个位置的右肩，它压回来有低点，也有可能会上去；压回来有低点，也有可能会上去。但是上去也不一定会再涨，它会再压回来，或者再上去，它也会再压回来。反正目前我的观点就是这样子嘛，尽量以区间来对待。然后再来跟大家聊一下，上一次不是有跟大家讲过，3月5号也是24节气的惊蛰，而且这一个斐波那契黄金序列的时间，我们可以观察一下。比如说从之前的这个低点，大约是在19000附近，然后反弹到这个25000下去，然后我们拉到这个 FTX 交易所崩盘，也就是15000附近，这里面是有一个很明显的时间序列比如说这一个 0.38 的位置前面有一根大涨，然后 0.618 的位置，也就是美联储只加息50个基点的这个位置有一个高位的转折，后面1倍的时间，也就是金鱼这边开始有布局的位置所以这一次也是一直在观察金鱼到底有没有卖。昨天是有朋友是讲金鱼是有卖，但是我看了一下链上排名100的钱包数据，两只大金鱼目前也还没有卖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一个 3FRM 的这一只金鱼一直都没有卖。你如果认真点进去观察，它买入的时间是在2023年1月10号，当时视频是跟朋友们提醒，有金鱼已经是在布局了，你来到16000、17000应该是要去做追加比特币的动作。然后还有一只金鱼是排名这一个64名的，前几天它是又转到这一个新的钱包，包括其他的一些钱包地址，其实我感觉没有参考性然后比特币支撑跟压力，昨天是有跟大家讲到，大约是在21000附近也就是这一个区间跟这一个区间的整个片区，也有可能是在20000到21000的这整个区间，就是这一个区间是有很重要的一片支撑区，主力不一定会再杀到这个位置，因为昨天是有跟大家讲到，既然前面在1月份的时候，这边主力强拉了3到4根，让整个比特币的价格脱离了这下方的整个底部区间。很明显就是下方很多人一直在看空，觉得比特币还要跌下去。FTX 交易所，我是跟大家讲，筹码是被人给接走，你如果不信的话，后面是应该不会再下去了。那现在是很明显，就是已经脱离，而且它是非常着急的把整个价格拉上去，让很多人不在这一个区间买到比特币。然后还有一个观点，也就是昨天跌的时候量能是非常的大，很多朋友也是在担心量能这么大的一个情况下，到底是不是有人在出货。其实我想跟大家讲，我们尽量看空间它目前还是在整个底部这么大的一个空间里面，下跌有量反而是好事有可能就是短线在高位买的。我不是建议大家25000不要买，不要追它跌下来其实现在是在空间 ABC 的低档位置，大量反而是好事。而且整个日线形态来看，就算20000跟69000去比对，我的观点也是空间还是相对比较低的地位，有量反而是好吃。然后我们再来观察一下比特币4个小时的形态昨天这一根下跌，它第二根已经在4个小时里面马上遇到一根多底，而且现在重心有继续在下移吗？没有它是横在这一条线上。所以我的观点是，会不会马上涨，也是跟大家讲的有一段时间，有可能是在下半年，但是现在短线我估计或者是中线就是区间震荡，低点有买的话，你尽量耐心持有。最后还是一样，可以对我们的 YouTube。